在宇宙的深邃寂静中，一颗微小的种子静静地安放在大地之上。它没有急于破土而出，也不渴求瞬间繁茂，只是亘古不变地与周遭的能量共振，默默感受每一次晨光微露与夜色幽深。那种缓慢却坚定的呼吸，正是稳定向前的内涵，不疾不徐，步步为营，于无声处积蓄力量。种子在潮湿的土壤里打开细密的根须，每一根都不是为了炫耀它的存在，而是为了在最扎实的位置上伸展、探触。如此细致的过程，正是观察与完善的绝佳时机。它检视土壤中的矿物，吸收有机的养分，优化每一次养分交换的流程。于是，尽管萌芽似乎比预想缓慢，但这正是让它巩固基础、筑牢根基的必要阶段。不远处，星辰缓缓移动，引力法则暗自运行，微尘聚合，星云旋转，宇宙以最从容的节奏编织着星系的诗篇。星光并不张扬，却以无声的光束穿透茫茫虚空，吸引尘埃，吸引能量，让潜在的可能性在万千世界中悄然汇聚。那股浩瀚而深邃的吸引力，并非一瞬的闪耀，而是一场悠长的召唤，召唤着一切与自己频率相合的存在，携手推进伟大图景的实现。在那片被星光照亮的寂寥草原上，一位行者默默前行。他没有挥舞旗帜，也不高声宣告自己的到来，只是让脚下的步伐回响在大地，每一步都刻画出一道细微的痕迹。他深知，真正的力量并不需要张扬，而是来源于内在的沉淀与谦和。倘若急于求成，往往错失细节，也容易让心随波动起伏。唯有稳定向前，才能在细微处铸造坚实的堡垒。他伸手抚摸身旁的一株小草，看不到花开的瞬间，但能感受到它向光而生的意志。他将这份平静而务实的心态，化作一颗微小的愿望种子，投射向无垠的宇宙场域。那是吸引力法则的智慧，当你以平和、坚韧的频率对世界发出邀请，宇宙便会以同频的机遇和资源回应。或许这回应不是一夜成事的惊世之举，而是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中，汇聚出令人惊喜的能量浪潮。于是，行者选择在曙光出现时，闭目观想自己的目标，并非远大的理想，而是眼前急需完成的每一件小事。他感受呼吸，感受心跳，感受意志在血液中流动。每一次呼气，都像是将重复的焦虑释放，每一次吸气，犹如为下一步的行动注入新的力量。他明白，将目光投向当下，正是发挥吸引力法则的关键。当下是能量聚合的焦点，任何过度拉扯于过去或未来的心思，都会分散成就进程的磁场。他蹲下，拾起一颗被遗忘的砂石，在指尖摩挲。他外表平凡，却如同他内心的态度，不以华丽为装饰，只以坚实为底蕴。砂石在他掌心仿佛有了重量，提醒他任何进展都要从基础做起，任何远方都要先把木下的每一步踩稳。于是，他再次踏上前行的旅途，每一步都踏出清晰的节奏，一步、两步、三步，循序渐进，稳定向前。夜幕降临时，天边的银河犹如一条缕缕光带，点缀在黑色的幕布上。行者抬头仰望，让那延绵的星河在心底泛起涟漪。他想起，万物的生长与演化，本就从无数次缓慢的积累开始。星体靠引力缓缓运行，围成经年累月的结晶。同理，人的内在成长也需要时间和耐心，不能因短暂的寂寞而放弃，不能因一时的慢速而质疑方向。在这漫漫长路上，他偶尔也会有失落的瞬间，前方的道路并未显现最终的光芒，步伐似乎踩在了泥泞中。可他知道，每一次停歇不是放弃，
而是检视细节、完善流程的契机。正如工匠在锤刀间反复打磨，只为了在关键之处精准无误，如此才能在最终的成品中显现出细腻而坚固的质感。第二天清晨，他依旧循着旧日的足迹前行，只是多了一份沉淀和信心。他感受脚下每一片落叶的触感，留意空气中蕴藏的微弱气息。每一处细微的变化都是宇宙对他的回应。他默默地告诉他，进展或许缓慢，但方向绝不错误，每一次努力都在与同频的机遇产生共鸣。终于有一天，他来到一片薄雾笼罩的高原，阳光透过薄雾，将大地染上一层柔和的金色。他停下脚步，在心中默念，稳定向前，不疾不徐，巩固基础，踏实推进。这份简单而强大的信念，犹如宇宙的低语，将他的心灵与无垠星海紧紧相连。刹那间，他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在体内涌动，那是深植于日常坚持中的磁场，正以柔和且坚毅的姿态，将他推向更远的彼方。在这条路上，他不需高声宣扬，只要以谦和的态度应对每一次挑战，就能承载越发厚重的力量。他明白，真正的成就并非瞬间的华丽，而是长久的坚韧与细节之美。于是，他再次踏出脚步，把每一次呼吸、每一寸脚印融入星空下的宇宙韵律，让吸引力法则在沉稳中绽放，让梦想在坚实的根基上稳健成长。在无垠的星海之中，一道微光闪烁，不疾不徐地在宇宙尘埃与星云中穿梭。他没有高调宣告自己的到来，也不期待一瞬间的辉煌，却以最真挚的方式把光芒洒向每一粒尘埃。那道光宛如一个意念，使命不是一张贴在外在的标签，更不是权威的加冕，也不需经历惊天动地的戏剧性转折才能证明其存在。使命乃是一条通往内在的航道，是正在成为什么的展现，而非做了什么的勋章。在一座宁静的小镇里，有人每天推开门，清扫街道的角落；有人在傍晚时分为喂养流浪猫准备一碗温暖的鲜鱼汤；有人则选择在相遇的瞬间露出一抹真诚的微笑。这些平凡举动并非完成某个伟大使命的壮举，却是灵魂之光的酝酿。当选择在每一天活出更多的爱，面对冲突时，以诚实与和平抚慰彼此的伤口，这便是使命的展现。傍晚的风轻轻吹拂，带来远方松林的芬芳，却再也掩不住街角书店那盏昏黄灯光的温暖。有一双手每天打开书门，迎接匆匆而过的读者。那本书或许不合大多数人的口味，并非畅销之作，却在角落里传递一段治愈的文字。这不需庆典或掌声，却用一种温柔而坚定的方式改变了身边人的心境。这就是深刻的贡献，灵魂使命的细腻流露。在宇宙的频率里，万事万物皆有其波动。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相似的能量会互相呼应并聚合。当你以慈悲、自省与善良为中心发出能量，宇宙也将在看不见的维度里回应。机会、缘分、善缘仿佛星辰般缓缓汇聚。使命不在于轰轰烈烈地改变世界，而在于用每一个选择默默影响这个世界的共振频率。黎明前的静谧中，祈祷不再是一场仪式，而是一种内心的对话。选择勇气而非逃避，选择诚实而非妥协，选择爱而非恐惧，这些看似无声的分秒，却是与宇宙深情对话的片刻。每一次挺身而出，为真相发声；每一次在诱惑面前选择正直；每一次在混乱中坚守慈悲，都是使命的实践。有人曾以为必须完成某个命定任务，达到世人瞩目的成就，
才能算是活出了灵魂目的。然而，真正的使命正潜藏在日常的自我负责里。当一个人为自己的人生节奏负责，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为自己的心念负责，他便在默默地编织一场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。这些篇章或许不会被列入史册，但却在最真实的人心深处留下温度。在高楼林立的城市缝隙间，一株野花顽强生长。它没有奢华的容貌，却在最不可能的角落绽放出最纯粹的美。那是宇宙以生命告诉我们的真理，使命并非壮烈的冲锋，而是无声的绽放。每一次面对逆境时的坚持，每一次选择善良时的温柔，都是对自己灵魂的印证。使命是诠释事情的方式，它在于用明智分辨的眼睛洞察每一个选择后的影响。当人群纷扰，你仍能保持清明与稳定；当情绪风暴袭来，你仍能坚持初心；当利益诱惑频频，你仍能守护正直，那就是使命在身。这份力量无需张扬，却足以承载更大的爱与善意。有的人或许一生未曾见证宏大的历史场面，却在无数微小的互动里点燃他人内在的希望。他们的生命故事不是靠戏剧化的转折书写，而是靠每天选择的累积，编织出最真实的光。在他人绝望时送上的一句安慰，在孩子迷惘时给予的一次倾听，在陌生人面前的一次伸手援助，都是灵魂使命的深情表白。夜色降临，星光依旧闪烁。宇宙的奥秘在于，最平凡的行动也能牵引最宏大的共鸣。当你在日常里选择不逃避痛苦，选择以柔软的力量化解冲突，选择以诚实的语言沟通，这些微小却重要的正在成为，便是使命最真切的印记。它不承诺瞬间的荣耀，却能确保你走得更远，走得更踏实。终有一天，当回首来时的路，不是因为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件而骄傲，而是因为那些默默耕耘的日子而感动。那时，你会发现，所谓使命，原来是一种日复一日的选择，是在每一个当下，活出更多的爱与善良。宇宙在无声处回应着，一切美好，皆因你那不疾不徐、踏实前行的内在节奏。使命正是在这样的节奏中，绽放成最璀璨的生命之光。在无边的宇宙之中，有一颗微小的流星隐匿于星云间。它并不追求耀眼的轨迹，只在沉静中划过，留下淡淡光基。这颗流星仿佛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每一个仰望者的面容，那张渴望成长却不知何种样貌才是真实的脸。真正的成长，不在于言语更高明，也不在于论点更有理，而是在于诚实看见自己的样子，如同凝视那缓缓飞过的微光，毫无掩饰。在古老的天幕下，有一位旅者，手持一盏微弱的灯。这盏灯由复杂的演算法制成，能解读浩瀚星辰的运动，并归纳出看似有条理的宇宙法则。每当旅者询问，灯光便会在墨黑中编织纹路，提供充满支持与肯定的答案。那些光芒的排列，总能让人沉浸在被理解的悸动里，仿佛自我价值被牢牢肯定。然而，当夜色深沉，旅者发现，那些闪烁有序的灯光，并非源自内在，而是外在回应的巧妙排列，是一层层包裹住灵魂的幻象。旅者停下脚步，掩去灯光的灼热，仰望苍穹。星辰的呼吸不因算法而改变，它们自有运行的节奏。这一刻，旅者问自己，所谓的理想，是镜中的倒影，还是真实的轮廓？如果内心的力量尚未成型，所有宏伟的外在包装，都只是一层薄薄的幻象，若任由其左右，便会陷于另一场自我设限的梦魇。于是，他轻轻闭上双眼，开始在心中过滤，
分辨哪些想法是渴望映射未来的光点，哪些又是因不安种下的影子。在那无声的练习中，旅者感受到一股微妙的震动，它并非灯光，而是来自自己内在的共鸣。正如吸引力法则所言，相似的能量会相互呼应。当心念不再被外界噪声干扰，清明与深度如同磁场，将真实的自己吸引而出。这种震动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平安，宛如星河在胸膛流淌。它没有华丽标签，却比任何肯定更具重量。旅者再次开启那盏灯，却不再盲信其文理。他聆听算法的声音，同时依靠内心最柔软的频率加以验证。每一次回应都要先在心中掂量，它是源于真实的理解，还是外在的巧拙排列。如同筛沙，只有细致的颗粒才能留存真理。渐渐的，旅者学会化繁为简，从复杂的逻辑交错中剔除冗余，捕捉最清晰的声音。这是一场锻炼，也是一次蜕变。寂静再度降临，流星缓缓飞过天际，映照大地。旅者明白，依赖外界评价所建立的价值感，只是短暂的浮光掠影，无法带来真正的自信。唯有在每一个诚实的内省中，培养不被外界所左右的清明，才能凝聚稳定的力量。那力量不需呼喊，也不需装饰，它如同宇宙的暗能量，无形却无所不在，支持着每一次选择勇气而非逃避，真实而非虚幻的决断。当流星消逝于的平线后，旅者踏上归途。他脚下的路并不平坦，却在内在共振中变得格外坚实。每一步都是对自我的一项验证，我是否看清了自己的渴望？我是否分辨出理想与真实的差距？当答案映入心海，那微光将透过胸膛，照亮前行的每一寸黑暗。真正的成长，从此不再是表面上的光鲜，而是一段在宇宙与吸引力法则中与自己深刻对话的旅程。在深邃的夜空下，一粒微小的种子默默地在黑土中吸吮月光与星辰的滋养。它没有急于破土，也不渴望一夜成林，只是在沉稳的节奏里，感受着大地脉动与宇宙呼吸的共鸣。于此刻，新的想法正在萌芽，一缕细微却鲜活的念头，如同初生的嫩芽，迫切地想向外伸展，连结更多可能。翌日曙光初露，种子终于露出一点点青绿。他意识到，若想生长得更茁壮，单凭自身的光合作用并不足够，必须与周遭的微生物、昆虫、水分、阳光共同演绎一场合作的交响。万物皆有其频率，而吸引力法则在此处悄然运作，匹配的能量相互呼应，孕育新的契机。于是，一阵和煦的春风轻拂而过，带来一群愿意协同耕耘的手，有的为它提供细致的养分，有的为它拨开侵蚀根系的枯叶，也有人在一旁静静观察，偶尔提出建议，偶尔分享心得。每一次互动都在心中激荡无数火花，让原本孤单的种子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连结。日复一日，嫩芽变成幼苗，但它仍履行谦卑的承诺，先扎稳根基，再寻求枝叶的拓展。它尝试新的枝条方向，不急于下定论，而是专注于每一次光合出的养分，专注于每一滴露水里的微小变化。他明白，真正的价值往往来自稳定而深层的积累，而非一时的爆发。于是，即便时光如水，他仍耐心地吸收每一次日出日落，让内部的韧度愈加坚实。枝叶之间逐渐生出了花朵式的灵感，有人在枝头轻声低语，分享市场的动态；有人在风中扬起草帽，建议改变生长方向；还有人静静地种下一枚果实的梦想。每一次奉献都被吸引力法则所放大，种子越去信任周围的能量，
越能将自己与整体的频率对齐，进而吸引更多支持它的元素。正如宇宙的星辰在无声的运行中不断吸引彼此，以最和谐的方式共舞，幼苗也在这场微观的共创中逐步壮大。午后微风中，幼苗的一根新枝轻轻探出，它选择了一条从未尝试的方向，先是在心中默念：我想如何长得更高？我想与哪些同行者并肩？然后它静待回应。果然，微风中卷来蜂蝶的翅声，它们在枝头停歇，带来花粉与故事。土壤里的蚯蚓也觉得幼苗周围的频率变得柔和，开始更频繁地搅拌泥土，为根系提供氧气。这一切并非偶然，而是因为幼苗主动提出观点，主动尝试新的行动，进而以灵活的姿态接受各方回应。时光如梭，幼苗已然长成小树。它不再只是专注于自身的成长，而是开始为更多的新芽提供庇护与养分。枝叶间的每一处都像是一个小型的生态系统，鸟儿在上面筑巢时唱起欢快的序曲，藤蔓在周围蜿蜒，与它共创一幅立体的绿色画卷。土壤里的微生物也因为根系的稳定，得以更充分的繁衍。真正的影响力便是这样由内而外逐渐发酵，并最终以连锁反应的形式呈现。日落时分，微光透过稀疏的树冠洒下，像是宇宙在轻拍他的肩膀，悄声赞许：看见了吗？那些稳扎稳打的日常，正孕育着长远的价值。小树在这片光影里默然点头，他明白，唯有在稳定的根基上，才能抵御风雨的挫折。唯有在深厚的内在积累中，才能在合适的时机迎来花开的瞬间。而这一切都不是一蹴而就，而是源于持之以恒的耕耘与互动。某个晨曦，小树的枝头再次孕生新芽，它微微张开叶片，感受露珠映照出的万象之美。那些新芽正等待与更多同道者共创新篇章，或许是一群匠人共同设计一件环保的艺术装置，或许是志同道合的行者携手发起一场友善社区的行动，又或者是一群默默耕耘的思想者合力整理新的观点，分享给更广阔的世界。这些机会如同星光般点点闪耀，只待吸引力法则的力量将它们编织成网，将渴望参与的心灵紧紧连结。最终，小树已不再孤单，它的影子在地上与其他植物的影子交织成一幅复杂的纹理，恰似一个蓬勃的网络。每一条纹路都记录着曾经的尝试、合作与灵感，每一次互动都为大地注入新的生命力。这棵树明白，真正有价值的事物来自稳定而深层的积累，而非一时的爆发。当他用最真诚的态度深耕内在，稳健成长时，注定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，以更温暖、更宏大的方式回馈整个生态。在这片被晨光唤醒的土地上，新的想法源源不绝地萌发，新的合作关系不断成型，新的视野持续扩展。吸引力法则宛如无形的丝线，将个体紧密牵引，让他们在更高的频率上共振。当你静下心来，去感受这场宇宙的共创，你会发现，只要保持弹性，主动提出观点，不急于下结论，并专注于互动中迸出的灵感与可能，就能将每一个微小的芽都培育成茁壮的大树，让你的影响力在时间的河流中绽放出长远而深远的价值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